人人有機會財富自由，可以成為百萬富翁，尤其是係打工一族。離開呢個身不由己嘅地方，做一啲由己嘅嘢。我哋要有錢、有健康，仲要得閒，提早退休先可以做得到。好簡單，好低風險，仲可以自己做。你每個月就自動有4000蚊使到。你乜都唔使做呢，10年之後你就自動有200蚊，你唔使再加錢，你唔使去做工，你有投資同冇投資咧係爭好遠，即係爭2倍到10倍左右，你會發覺你而家就係有錢佬。最中意傾人生，恭喜發財！恭喜發財！祝大家蛇年行大運，身體健康。過年過節咧最啱係做咩咧？攞紅包。最啱咧就講啲有關發財嘅話題啦。啊！咁有啲咩發財嘅大計啊？新年新希望。今日我想講嘅話題咧就係人人有機會財富自由，可以成為百萬富翁。尤其是如果你覺得你自己係一個好平凡嘅人，有冇特別悲慘嘅經歷？唔係一出世就孤苦無依嗰種。又係中產階級，你可以成為百萬富翁嘅機會係好高嘅，好過買多多，兼唔係發白日夢。真係。一講到財富自由咧，好多人覺得好似遙不可及。感覺上你可能覺得喺一生中你都好似冇可能達到嘅嘢，就聽緊人哋有，做咩我冇啊？其實你諗深一層啦，大部分退咗休嘅人，其實佢哋已經係財富自由咗啦，係咪？如果佢哋唔係財富自由，佢哋點樣退休咧？有啲被逼退休啊，咁佢點樣生活啊？如果佢冇錢嘅話，好慘。雖然有啲退咗休之後都好辛苦，都要做。大部分退休嘅人已經係財富自由，因為我哋成日諗到財富自由嘅人就係一啲梗係要死好彩啊，好特別嘅情況之下，少數人啊至可以達到。其實我哋冇諗到，其實大部分退休嘅人就已經係財富自由。所以其實我哋希望嘅就係可以準時退休，唔使到50歲或者60歲都退唔到休，仲要做多10年。因為我哋更加希望嘅咧，其實就係可以提早退休。咁咩嘢係退休咧？退休其實即係唔使做啦。正確嚟講，應該係唔使為錢而做工。好多人退休咗都可以選擇做工嘅，而不休。at least 你有個選擇啦，你可以揀啲你中意做嘅嘢啦，你可以揀做幾多啦，唔係為咗錢而被逼去做工咯。呢個就係自由。咁點解要提早退休咧？自由啊嘛，大家都想啦。啊，打工仔啲心酸事咧，成日覺得自己身不由己，俾人逼咁啊！身不由己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咁嘅感覺。財富自由咧，退休咧就係好似覺得你會離開呢個江湖，離開呢個身不由己嘅地方，做一啲由己嘅嘢。其實咧，你有冇發覺？我哋差唔多20歲以下，我哋會好得閒，都會好多精力，好健康。但係有一樣嘢我哋冇嘅，錢。20到50歲之間，我哋就會開始有錢啦。但係咧，健康就會出問題啦。而且咧，我哋都好忙，冇時間。然後等你退咗休之後咧，你有好多時間啦，你都可能有錢啦。但係咧，冇健康，你就冇呢個精力，咩都唔想做咁樣嘅感覺。所以咧，提早退休咧就可以打破呢個現代社會嘅呢個問題。我哋要有錢、有健康，仲要得閒。提早退休先可以做得到嘅。咁啊係。如果唔係，你硬係爭一樣咧。所以你就要近50嗰陣時，趁你賺夠錢嗰陣時，你又快啲退休，趁你仲有健康嗰陣。如果你想發達咧，其實有咩辦法咧？種多多，呢排我都好興種多多。但係機會率太低啊！係啦，永遠都唔會輪到我哋攞到筆遺產咁樣，天跌落嚟啲錢咁樣。你覺得你突然間有個遠房親戚會留好多錢俾你啦？第二個咧，你老豆老母好有錢啦。第三咧就好多人諗到啦，就係做生意啦、創業啦。但係咧做生意呢樣嘢咧，唔係啱所有人咧，因為唔想做生意啊，太煩啊，冇呢個能力啊，所以大家淨揀打工嘅啫嘛。而且做生意失敗率係好高嘅，你發覺你做生意賺錢仲少過打工，然後仲忙過打工添。騎虎難下嗰種啊，有啲。
仲有一樣嘅可以發達嘅咧，就係做打工皇帝啦。做 CEO 做高層，人工高，福利好，仲可以得閒放下假。點人做嘢？公司就有好多啲咁樣嘅人㗎。仲有一個辦法，就係我最中意嘅辦法啦，就係投資啊！投資嘅其中一個好處係咩？ Passive income。係啦，你每次想賺仲多嘅錢嘅時候，你其實係需要做仲多嘅嘢。你要升做高層，咁你就要攞更多嘅 responsibility， 更忙，咁公司就會俾更高嘅人工你。而家你想賺多啲錢，你梗係要去做 freelance 啊，做兼職啊，你係要更多嘅時間去做，你先可以賺到更多嘅錢。而投資咧係唔需要付出更多嘅時間，即係需要付出多少少嘅時間，但係唔係好多嘅時間，然後你就可以財富自由。銀銀嘅，聽上嚟真係幾正嘅。覺得係仲讀多係最好啦。啊，不過可惜啊，我哋對投資嘅認識咧，通常都係好少嘅。好似以前咁啊嘛，凡親啊有人嚟走嚟同我哋講投資咧，即係代表咩？即係想還我哋嘅錢啦。係咯，嗰條友咧唔係 insurance agent 咧，就係啲 MLM 㗎啦，或者係呢啲 money game 嘅人，都唔係話呃你嘅，有時就係佢就係想抽佣啫。係咯，佢就要你幫襯你咯，賣佢嘅產品，然後等佢可以賺到錢。而且通常呢啲咁嘅投資產品咧，都係唔係好賺錢。賺錢就唔使一味搲啲 agent 嚟推啦。仲有咧，普通人咧覺得投資咧係一個好難嘅一樣，然後風險好高嘅一樣嘢，所以咧聽到投資咧，佢就覺得好似唔關我事啊，我好難做到。係啊，當初我都係咁，都係覺得呢啲我唔識嘅，我又對 figure 又唔敏感。其實投資咧係可以好簡單、好低風險，仲可以自己做嘅，即係 DIY 嘅。我哋成日諗住哇，投資一定揾個專業人士幫我哋投資咁啊嘛，或者我哋成日諗住投資咧就一定要賣產品啊，定係要參加一啲嘢啊？其實唔係，投資咧其實可以好簡單，唔需要太多能力，唔需要太多時間，唔需要自己係股神，唔需要係方展博，你都可以學識去做好嘅一樣事，就好似煮餸咁，唔係好難。唔係好高風險，亦都唔需要天才就可以做到嘅一樣。其實啊，我哋每個人啊係有做投資嘅。我哋最中意做嘅投資咧，就係定期，就係 FD。好多人可能覺得定期即係存款啦，存款邊度係投資啊？定期咧可能有2%至3%嘅收益。投資你就係投資一樣嘢，然後你希望你有收益。所以定期咧就係一個好簡單、好低風險嘅一個投資咯，所以其實每個人都有接觸投資嘅，不過你覺得係唔係投資？係啊，因為太細微咗，你唔講佢有咩親？你唔爽嘅，你太少錢，所以好多人咧係對投資係冇興趣嘅，而且佢都好抗拒投資。你一想同你講投資嘅嘢，佢就完全唔想聽啦。可能係驚你係算你真想賣嘢俾你。不過就算你同你屋企人講，有時佢哋都冇興趣聽。我瞓覺都唔得閒咗。所以咧，要學識投資咧，你唔需要好大嘅興趣，但係你 at least 你要有一個少少嘅興趣咯。而且你唔可以太抗拒。理不理財，財不理你。其實而係要介意一樣嘢，你要關注嗰樣嘢。at least 你要學少少嗰樣嘢，然後你先可以成功。今日我哋要講嘅投資嘅方法咧，係一個好簡單、好低風險，每個人都可以做到嘅投資。我哋冇抽佣。我哋冇賣產品，亦都唔會叫你買啲乜嘢。但係咧，如果你對投資已經有基本嘅認識咗咧，咁今日嘅話題咧，對你嚟講就會太過簡單咗啦。我哋次次講到發達啊、財富自由啊，我哋成日都會講到我要賺100萬。點解100萬咁重要咧？第一桶金。係啦，係一個好似一個心理關口嚟嘅。好多人講係100萬，今時今日都唔算得係咩嘢啦。不過你要諗清楚，如果你連100萬都冇，咁我覺得100萬係一個 first step 嚟嘅。雖然未必夠，但係係一個開始。你有咗100萬之後，有咩好處咧？呢100萬咧，每年可以幫你賺5%嘅回報，咁即係代表咩咧？每個月啊，你就有4000蚊使。你乜都唔使做，你有100萬，你每個月就自動有4000蚊使咯。
你有冇記得曾幾何時我哋啱啱出嚟做工嗰陣時，做足一個月人工都未必有4000蚊。嗯，而家你乜都唔使做，每個月就有4000蚊，所以呢個就係100萬嘅魅力啦。我問你一個問題啊，如果你而家有100萬，然後每一年咧你嘅投資嘅回報係7%，你估10年之後你有幾多錢？我唔識計數喎。400萬200萬。但都係未咧。如果你有100萬嘅話，你每年嘅回報係7%，10年之後你就自動有200萬，你乜都唔使做，你就係投資有7%，你唔使再加錢，你唔使去做工，不過你唔可以減過100萬啦。你唔可以使氣啊。啊，不過係自動幫你賺錢，就被動收入嘛 passive income 嘛，就係咁嘅意思咯。所以點解要賺100萬就係咁樣用啦，將佢變成200萬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，點解有錢嘅人會越嚟越有錢？就因為佢哋有資產。你睇一個有錢佬，佢都有100萬啦，佢乜都唔使做，10年之後你就有200萬咗咯。你喺嗰度打工捱生捱死，你發覺你嘅人工一個月都冇4000蚊，然後個投資嘅資產係會增值，錢揾錢。然後你有咗100萬之後，你會發覺你而家就係有錢佬咗。雖然唔係好有錢啊，但係 at least 入門嘅有錢佬咗。有個錢揾錢嘅 base。係啊。如何得到財富自由嘅方程式方面啦，有3個步驟。第一就係賺錢，because 你哋要投資嘛，你要本噶嘛，所以你一定要去打工或者做生意嚟賺錢。第二你要嘅咧就係儲錢。係啦，因為你要本啊嘛，咁你賺咗錢之後使晒啲錢係唔得噶嘛，你一定要儲埋個錢，咁你先有本啊。第3個步驟係咩？投資。就係啦，你要用啲錢為你去打工。如果你淨係將啲錢收喺銀行，個錢就冇咩活躍咯。你 imagine 你嗰個錢啊，就係你嘅工人，你嘅伙計放喺銀行度，佢就冇咩做嘢啦，好爛啊，所以佢嘅收入就好少咯。如果你攞去投資嘅話，佢就好似勤力啲代替你去做工咁。你就係一個人去打工賺錢，然後你嘅錢咧就係你嘅工人嚟幫你揾錢，所以呢個就咁樣嚟諗投資。所以你唔可以俾你工人爛嘅，淨係收喺銀行度。你叫佢出去做工賺錢，好似你老細叫你去做工。係啊，所以你要看住你啲錢，叫佢去做工。3個步驟就係賺錢、儲錢、投資，就等於財富自由。係，即係叻嘅啫。所以而家人哋講係賺錢咯，你要有收入，你賺到錢，你先有本去投資嘛。咁點樣賺錢咧？打工咪最簡單咯。係咯，你要一份穩定嘅工，最好有高收入嘅工。點樣揾呢啲咁嘅工咧？呢個咧就唔係我可以教到你嘅嘢啦。其實打工咧，第一你要揾人工高啦，或者揾一啲行業係比較興旺啲嘅。之前個10年 IT 係最興旺嘅啦，點都唔會餓死㗎啦，一定揾到食。好彩嘅話會人工高，或者一個你有辦法做得好好嘅一樣工，好似你老闆咧做 sales 啊，你老闆咧賣地產啊，咁都係可以賺到錢嘅。打工仔其中一個好處就係有安穩嘅收入，即係話個公司呢個月嘅業績好唔好都唔關你事，你人工係照攞嘅啫。你淨係希望個公司唔好執咗。好多人諗到賺錢咧，佢又覺得我一定要做生意，或者一定要創業。之前都講過啦，做生意同創業咧，個失敗率係高啲嘅，而且都會好辛苦。通常啲人創業咧，嗌得佢係有夢想，或者佢本身就好想做生意，或者第三就係逼於無奈。逼於無奈點解咧？佢揾唔到一份好工，所以逼自己做生意。有啲人接手 family business 咁講啦。所以講到尾咧，其實打工咧係比較容易。如果你想賺錢，未必賺最多嘅錢啊，穩定咁樣賺錢，你儲個本咧，其實打工咧係比做生意更加容易嘅。如果你冇收入咧，呢條片你都唔使再睇落去噶啦，因為你根本就冇本去投資所以你勤力啲賺錢。第二樣嘢你要做嘅咧，就係要儲錢啦。點樣可以儲錢咧？就係要慳錢啦。我覺得咧，慳錢咧係一個生活態度嚟嘅，即係話有啲人咧天生就好慳噶啦，所以自然就可以儲到錢。只有啲人咧天生咧就好中意使錢，所以人工幾高都好，你都儲唔到錢。係啊，身邊好多呢啲咁嘅人，而且係佔大多數。
月尾又冇錢，月尾又冇錢，佢未到月尾已經使晒咗。如果你想財富自由咧，你一定要學識儲錢啦。出嚟社會最大嘅使費啦，其中一個就係車啦。好多人覺得哇，一出嚟做工，第一件事就要做嘅就係買車啦。咁買車之後會提高你嘅使費啊。除非你有咗架車之後，可以幫你賺到更多嘅錢。尤其是你做 sales 咁就唔緊要啦，因為你嘅車就係你嘅投資，然後可以幫你賺多啲嘅錢啦。如果你一出嚟冇諗住想買車嘅話，咁你儲錢就自然會比其他人多。我由出嚟打工到而家，我都未買過車嘅。其實當然我嘅情況有啲特別啦。有時我係用屋企人嘅車，有時我跟住我兄弟姊妹嘅車翻工，有時我係搭朋友嘅車翻工，有時我係搭 public transport。機緣巧合之下就冇買到車啦，所以就慳咗一筆啦。如果你真係要買車嘅話，個車你買車陣時有得供車㗎嘛？3年、5年、7年、9年，就算你要供啊，一定要供3年或者5年。如果你買一架車啊，係需要供7年或者9年嘅話，即係代表咧未夠錢去買呢架車，會俾多好多錢嘅，所以你就冇買。好似我細嗰陣時啊，睇得香港戲多啊，成日諗住啊，我嘅 dream car 就係一架波子 Porsche。然後我發覺大個之後啊，我對呢架車啊，一啲感情都冇，所以我係唔使嘥錢去買呢架車。呢啲全部係俾啲資本主義洗腦。我要買靚車，我要買名牌包包。好似而家咁咯，我都好中意 Tesla 嘅車啊！我見到我應該買 Tesla 啦，但係繼續投資可以早啲退休，財富自由咧。我諗咗諗之後啊，我決定揀財富自由，我要而家買 Tesla 車。買 Tesla 股票。咁我哋第二個最大嘅使費就係屋啦。如果你想買屋咧，其實你哋都有一個 rules 嘅喎，你嘅供屋嘅錢唔應該超過30%你嘅收入。如果超過30%你嘅收入咧，即係證明呢間屋太貴啊，唔啱你，所以你應該揀啲平啲嘅屋。基本上即係量力而為啦。因為有時我哋會特別我要靚啲嘅車，我要大啲嘅屋，我要豪華公寓咁咯。如果你做呢啲咁嘅嘢咧，帶俾你嘅嗰個財政負擔係好大，即係你係會冇咗好多錢。所以就算你想真係要買屋，你要買啲你負擔得起嘅屋。所以有時人就話：哎呀，唔緊要啦，我可以用多啲錢買屋嘛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買屋係投資啊嘛。咁至於買屋係咪投資呢家嘢咧？我覺得有可能係投資，但係未必係。我有一個投資，每年可以賺5%啊，講好埋係一個投資咯。但係你買屋，你真係肯定嗰屋企每年增值5%，有可能係，有可能唔係。但係如果你攞個屋租出去，然後每年你可以賺5%啊，咁嗰個肯定係一個投資。不過大多數人買屋都係俾自己住嘅。如果你冇買屋嘅話咧，你就可以租屋啦。租屋有咩好處咧？唔使面聽間屋。第二咧就係你可以選擇揀邊度去住。如果你公司喺邊度，你就搬到近你公司去住嚇，行路5分鐘或者揸車15分鐘就到公司啦。如果你買咗屋咋，公司太遠啦，你每日可能要揸車1個半鐘至翻到你公司，所以租屋咧都係有好處嘅。再有第三就係名牌啦，我對名牌冇興趣嘅，所以我冇呢個問題。好彩我都冇，如果唔係你一慘。仲有一個咧就會好使錢嘅咧，就係有啲好貴嘅不良嗜好，飲酒啦、賭錢啦，稍微使大咗啲。賭錢咧就可能會傾家蕩產啦。仲有一樣嘢就係曬命。哦，你成日要 show 俾人睇，你好有錢，你好壓得哦，咁你就會自然會使好多錢啦，你自然就儲唔到錢啦，咁你就冇可能成為真正嘅有錢人。陷入深淵、賭錢同埋呢個曬命，呢個真係會越踩越深。即係話你明明可以買個 MyV 車，但唔係，你一定要同人講你係揸 Benz 嘅，所以你特登用好多錢去買個 Benz。但係如果嗰個 Benz 係可以幫你揾到錢嘅話，咁就係一個投資啦。仲有啲名牌包包咯，都係攞嚟曬命。有啲人成日話買名牌包包係投資，如果你買名牌包包你仲賺到錢嘅話，我就講起係投資啦。如果你賺唔到錢嘅，你就唔好講起係投資。雖然話儲錢啦，但係每個人咧硬係有你自己嘅死穴嘅，即係話有一個地方咧，你一定要使錢嘅。好似我哋咁，就係旅遊咯、食嘢咯。貪食。所以就算你中意旅遊需要使錢，你都可以好慳錢咁樣去旅遊，唔一定係次次都要個豪華旅遊。唔使下下坐 business class。咁你可以做到你想做嘅嘢，又可以慳到錢啦。
儲錢要儲幾多咧？最少要儲每個月1000蚊，或者你人工嘅最少10%，最好30%。如果你人工係5000蚊嘅話，20%就1000蚊。哇，咁多，我人工邊度有咁高喎？咁我話講，你呢一世人嘅平均，可能你20幾歲嗰陣時人工可能2000蚊或者3000蚊啫，唔緊要啦，慢慢加，到你30歲。如果你30歲嘅時候，你人工都仲係2000蚊嘅話，咁其實真係有一個問題，你就會儲到好少錢。如果你人工冇加到嘅話，你就要諗辦法點樣提升你嘅人工，轉工或者 upskill 自己咯。要唔要轉行啊？但係呢個行業就係人工就係咁低㗎，或者我需要攞咩文憑先可以升到級啊？所以你要諗辦法啦，你唔可以墨守成規。再唔係咧，你就揾兼職啦，或者你做 freelance 啦，或者你做 content creation 啦。總之你要幫補你嘅收入，實現金。因為你嘅主要嗰份工嘅人工太低㗎，所以儲錢咧成日都有一個 dilemma 嘅，就係我要而家享受定係想提早退休。所以永遠你都有呢個掙扎，你要點樣達到一個平衡咧？咁你自己諗啦。如果你一用晒啲錢去而家享受，咁你又好難提早退休。但係如果你儲埋啲錢，你諗住提早退休，但係你又錯過咗好多而家嘅嘢。係啦。好，而家到戲肉啦，終於可以講到投資啦。我哋今日要講嘅投資方法咧，第一簡單，第二低風險，第三對投資冇乜興趣嘅人或者好懶嘅人，非常之適合大眾嘅一個方法。我覺得投資係需要符合呢啲咁嘅標準，咁大部分人先做到。咁樣嘅投資法要幾耐先可以財富自由咧？大概10年到40年。10年到40年啊，差好遠啊！係啦，有好多原因㗎嘛。如果你每個月有2000蚊、3000蚊，你投嚟投資咁就快啲。如果你可以接受嘅風險係高啲嘅，咁投資嘅回報率咪可能高啲咯，咁就快啲咯。所以最快可以10年。你冇咩中意太高風險嘅嘢，1000蚊呢個標準。40年入邊都可以做得到，都係睇你自己嘅。所以投資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複利。哦，唔係福利部嘅福利，係複利，係嗰個利搭利。利搭利。以前咧香港片咧，咪好多人話唔好借貴你啊，利搭利啊，還死你啊咁啊。投資都係一樣，都係有利搭利，賺死你。The power of compounding 就係投資最重要嘅核心概念啦。假如你每個月儲錢1000蚊，一年咧你就儲咗12,000，40年後咧你就儲咗480千，即都唔到100萬啦。如果你將筆錢擠喺銀行或者定期，假如佢利息係2.5%， 40年後你就有830千，都係未到100萬，淨係儲錢啫，冇利息係480千。如果你嘅利息係2.5%嘅話，40年後你有830千，提升咗780%，差唔多翻倍咁上下。所以而家你又開始見到咗有利息同埋冇利息係爭好遠。如果你每年投資嘅收益係5%，你15年之後你會發覺投資嘅收益啊，每年係12,000。你一直嚟，你每個月都係儲1000溝嘛，一年咪儲12,000咯。係如果你嘅投資收益係5%啊，15年之後你嘅投資收益就會幫你每年賺12,000。即係話你除咗儲嗰12,000之後，你投資嘅回報再俾12,000你。15年之後啊，15年之後，然後33年之後你就有100萬。所以話咧，如果你每個月儲1000蚊投資，每年5%回報嘅話，33年之後你就有100萬，唔使40。你20歲開始做工咧，你差唔多51歲、52歲你就有100萬啫。如果你嘅投資嘅回報每年係10%嘅話，你估要幾多年見到100萬？頭先5%回報咧係33年你就有100萬啦。如果10%回報嘅話，你幾多年至可以到100萬？20年，差唔多23年，早10年。20歲做工嘅話，你40幾歲你就已經有100萬。有投資咧同冇投資係好大差別。所以如果你淨係儲錢啫，你咩投資都冇，銀行收息都冇，你每個月儲1000蚊0%嘅話，
40年之後，你大概儲到500,000左右。如果你放喺銀行度收息，每年嘅利息有2.5%， 40年之後你就差唔多有830,000，即係少過100萬。所以如果你有做啲投資，然後個投資嘅回報率係有5%嘅話，40年之後你就有150萬， 1.5 million，超過100萬。如果每年嘅投資係10%回報率嘅話，40年之後你估你有幾多錢？頭先5%係 1.5 million， 所以如果10% return嘅話，你覺得40年之後你會有幾多？3 million。40年之後你會有6 million， 比5%回報率高4倍，所以呢個就係 the power of compounding， 複利嘅威力。只要你有時間意思即係話你可以投資10年到40年左右，你有收入有儲錢，每個月儲1000蚊，然後你有投資有複利，咁你達到呢個100萬或者財富自由嘅機會率咧係好高。如果投資蝕錢咧？之後我哋就會講點樣投資低風險唔會蝕錢嗰啲，適合大眾。係你有投資同冇投資咧係爭好遠，即係爭2倍到10倍左右。即係話，如果我哋一齊入社會做工，我哋嘅人工一路上都差唔多一樣。然後你冇投資，我有投資，40年之後我有嘅錢係會多過你2倍至10倍左右，所以係爭好遠嘅。所以點解投資咁重要？而且仲要投資早。投資其中一個需要嘅嘢就係時間，你一定要10年到40年。你退休先投資，你50歲先投資嘅話，如果好彩你都仲有40年命，你90歲嗰陣時你就有100萬啦。早開始咪早享受咯，遲開始啊遲享受咯。50歲嗰陣時有100萬啦，定係你想你90歲嗰陣時至有100萬咯？咁做咩淨係講5%先，講10%先，做咩唔講20%先咧？20%先嘅回報率有冇可能？有。有嘅，但係咧係有一個問題。第一係唔簡單嘅，即係唔係咁容易可以做得到嘅。你係需要學好多嘢。第二咧，你風險係偏高。今次想介紹嘅咧就係一個好簡單、好低風險嘅一個方法嚟利揼利咁樣去投資。如果你想有20%嘅回報率嘅話，你就係一個唔簡單而且稍為高風險嘅一個方法啦。呢集咧我哋係唔會講呢啲咁嘅嘢。加上投資收入咧有一個好處，如果你係做工賺錢，你係要交稅嘅。你賺咗100,000，可能你要交20%、30%嘅稅。然後你投資賺翻嚟嘅錢咧，喺馬來西亞、新加坡同埋香港都係免稅。你投資賺100,000係唔使交稅嘅，全部100,000都係你。仲多都要交稅嘅。呢個就係投資嘅其中一個好處啦。點樣投資只可以得到5%或者10%嘅回報率？中唔中意一世都使唔起錢啊！所以你唔知買邊一個係咪？全部買晒。我大多數嘅人對投資冇乜興趣或者好懶嘅人都應該買一。呢個係好重要，咁樣做先會成功，先會成為百萬富翁。利揼利，好犀利。10幾年俾你該使嘅使，又唔使特別慳，又唔使特別努力，自然退休嗰陣時就有奔路而王，就係咁嘅意思啦。廢話連篇，人人都有機會成為百萬富翁，人人都有機會財富自由，尤其是係打工仔。點解啊？冇問點解先啦。所以呢個平衡咧你要諗辦法，自己點樣去捉氣啊？自己點樣捉氣啊？